大家好，我们又开上我们的房车，带着狗娃出发了，因为我们要去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那大峡谷国家公园呢，它是在亚利桑那州 Arizona， 算是离 Vegas 比较近的国家公园啊。它分西峡和南峡。那像西峡呢，它就更近了，就只需要180英里。但是我们今天呢是要去南峡，南峡呢就离我们家要300英里。那西峡和南峡有什么区别呢？西峡是一个游乐场吧，寄居了海陆空，你可以坐直升飞机，然后你可以有天空步道，你还可以游船。但是呢，它呢其实和国家公园没有太大的关系。南峡是能看到大峡谷全貌那种壮丽景色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呢有很多很多的观景台。一般呢，像来 Vegas 玩呢，都会报个就近的大峡谷团，一般都是去西峡。像我10几年前呢，和我朋友来 Vegas 的时候，其实就是报了一个大峡谷的团，然后就是去的西峡，因为它很近，180英里的话，当天就可以往返啊。你还可以坐上直升机啊，看看那个壮丽的景色。但是如果你想要 road trip 的话，推荐去大峡谷的南峡，也是有那种酒店呀，或者是 motel 之类的。但是我们因为开着房车，我们就刚好定了今天晚上在大峡谷国家公园里边的一个房车营地。开心吗，南天莲出去玩？开心啊！ 2 a.m. in the car playing our favorite song. Turn it up, windows down, we sing along. The summer night has just begun. The moon is bright, let's have some fun. 美国这油费6块9毛9，一加仑。23块钱。我们刚才一直走的是93号嘛，从 Vegas 出来，然后还剩几个迈，我们就要上40号了。我们之前去佛罗里达走的都是10号，因为呢40号，听我们朋友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比较难走，因为它山比较多，所以它会有雪呀什么的，就比较难走。我们之前走过40号吗？走过吧？去哪儿？咱们从那个德州就提房车的时候提这个房车的时候，往回走的时候是走的40号啊，然后去的白沙是吧？对。我们来加个油，汽油4块99 ，diesel 多少钱啊？没写，有可能会有刺客哦。加油刺客 ，diesel 5块99，哦，这个比刚才那便宜1块，刚才看到cash price， 这个是 cash price。再往前走走，比较一下，你比较着越走越贵，你也没法走回头路了。就最远就到这儿下了。我们来到这个小恐龙啊，来加个油，看看它diesel要多少钱。这小恐龙目前就是在各个州看价格都算是比较便宜的油，不管是 diesel 还是 gas。哎呀，看看这青春的小朋友们，青春啊，小朋友们从我面前走过。我估计这群年轻的肉体，不是年轻的肉体，年轻的小朋友，应该是学校组织，去大峡谷玩的。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那个大巴，有好几个大巴。这 Arizona 它就是大峡谷州，所以应该是就这个学校组织的团儿去旅行看国家地理、国家地貌的一个团。我们要上40号了，我们加了11加仑，花了77块钱，这是我们这次的第一次加油。已经很久没开房车出来了，上次还是去年秋天吧，395。对，去年秋天赏秋的时候开着房车出来，那时候的油价还没有这么高。但是阿尔中纳中部其实也还可以，我觉得加州应该油价就更明显，像汽油啊、柴油都比较明显。这发生啥事儿了？修路，我以为发生啥大
摔倒了，因为他周围没有其他的车，然后他坐在路边，有人救援他，然后他的摩托车是飞出去了，就我们开出去了一段时间才看到他那个摩托车，他应该受伤不轻，所以大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路上车少了？对，现在路上车其实并不多，就是油太贵了。其实 Arizona 好玩的地方挺多的，它是一个可以设计一个大环线的一个 road trip。像我们之前开着 Airstream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拍视频啊，我们就去过了离我们今天去的大峡谷2个小时路程的上羚羊谷、下羚羊谷，那边也特别特别漂亮，我觉得特别值得去。然后呢，羚羊谷再往上呢，走个1个小时左右吧，我记得是很近，就又到了鲍威尔湖，各种的地貌啊，各种的自然风光都能看到。就如果说有朋友想要来 road trip 的话，就是来大峡谷周边、Vegas 周边的话，一定要把上羚羊谷、下羚羊谷给安排上。当然，上羚羊谷、下羚羊谷还有一个周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什么波浪谷。那个波浪谷我们之前没有去，因为那个是要抽签的，那个超级美，好像很难抽到这个签。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房车不是现在开始往外租了吗？在 Outdoorsy 和 RV Share 已经租出去了几次，我觉得感受还不错。这些客人啊也觉得就我们这个车很好。然后给自己得打个广告吧，给自己的这个房车打个广告吧。有想要租我们房车的，可以在下方链接，官方的这个租车链接可以来找我们的车。如果有需要房车 road trip 的朋友，可以来租。我是想说什么呢？我是想说，就是为什么觉得这个往外租这个房车挺好的。之前很后悔没有早租出去，因为之前我们刚买这房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房车租出去，别人也不爱惜啊，然后用的也脏兮兮的啊什么的，就没舍得往外租。这不，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就尝试了第一次往外租，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虽然抽成比较多哈，就它这个平台抽钱比较多，但是它如果这个车有任何问题，它都会给你 cover。你就不像说我如果说私人租给客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去调查他的背景，然后就纯是一个信任，价格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呢就是没有保障。但是你要通过这个 RV Share 或者是 Outdoorsy 往外租的话，它至少是一个保障。就往外租了这几次，我个人感受还是挺好的。租房车的客人都是来 Vegas 玩个2-3天，然后呢就开着房车去周边的这些国家公园去玩去了。因为我们 Vegas 其实周边可以玩的地方挺多的。你在赌场，你看秀啊、吃美食啊、赌钱啊，其实2-3天逛街就够了。然后你都来一趟了，坐飞机来一趟了，你周边这国家公园，像死亡谷啊，还有西安啊，还有大峡谷啊、鲍威尔湖，甚至还有从 Vegas 我们有客人是去优山美地还有黄石的，这其实都是很方便的，就是等于顺带手的事儿。而且我跟大家聊聊就是往外租房车的这个心情哈，我觉得是一直往上走的，因为一开始我对它的期待值非常非常的低，因为我觉得要和人去交流，然后呢，因为房车这个东西本身你不会玩的或者是你不会的人，我觉得是个挺麻烦的事儿。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其实就是能花这个钱租这个房车的人，其实他是愿意去学，然后也会就是珍惜你的这个车，爱惜你的车的。我特意还录了一个，就给不太熟悉用房车的这个客人录了一个视频教学，还有就是打印出来就是 hard copy 的那个教学。你知道我们第一波客人，他们是给我们就是奠定了，就是我觉得往外租房车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是一对白人夫妻。他们呢租了我们的房车以后去的死亡谷，是不是？他去到死亡谷对，然后呢当天是下暴雨，死亡谷那个路呢也不太好走，然后呢又下暴雨，所以我们那个车肯定是我就能预见到，就是他回来肯定会比较脏。但是人家那个夫妻回来的时候，我那个车比我给他的时候还干净，他特意去给我们洗的车，然后那个就是你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租房车就跟租 Airbnb 一样嘛，你会有清洁费嘛，就是给人家的时候呢，你会要整理的干干净净，被褥啊什么这些
餐盘呀、浴巾啊都给人家弄得干干净净的。他车还回来的时候，我的被褥他把被套都给我拆了，给我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上，然后就你能看到，因为水池你要用过的话它会有水渍嘛，他给擦得干干净净的，地一点泥沙都没有，外边也都清理得特别干净，让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 host， 这个房车往外租还挺有乐趣的，和不同的人去交流。像我们这几次的客人都是坐飞机来，那我们就跟他说，你还车的时候可以还到一个离机场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免费给你，就是我开着我的皮卡给你送到机场，就你就可以不需要再打 Uber， 大家也都特别开心。然后现在就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我的第一波客人现在就已经开始介绍，就他的朋友如果想来 Vegas 玩，想就是 road trip， 就介绍他们的朋友来租我的车。一传十，一传100，就人传人现象了啊！就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的这个房车，我在这个 Outdoorsy 上面租是295一天。其实这个价格呢，说贵呢，它也不算贵，毕竟我的这个车的价值在这儿，因为它是比较新的。那说便宜呢，其实它也不便宜，客人付的这个价格还要加上平台要收的这个保险的价格，但是这个你一定要买的嘛，就你租，尤其是租房车的，万一有问题的话，这个是可以完全 cover 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平台往外租这个房车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就是这个价格可以随时浮动。这我现在因为会有一个自己设定的折扣，就比如说你租几天以上，我给你一个5%的折扣；你再租几天以上，我给你个10%的折扣。我现在最高是好像15%还是20%的折扣，就你如果租20天以上的话，其实就通过这个往外租房车，就是我也会觉得大家来 Vegas 玩，它不仅是想要享受这个灯红酒绿，它还是想要去享受这个 road trip。周边的这些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的，以 Vegas 为中心去，到处去玩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而且我发现，就是像他们这种房车旅行的哈，就不像我们都是说走就走，就是临时兴起就走，就很多他们都是计划的非常周全的。像我们12月份就收到了7月份的订单，就是他们都是规划的，就半年以后的，因为。比如说像7月份、6月份就比较旺季的时候，我有一个客人，他们一家人是要去黄石，就他就提前把这个房车就给定下来了。在他们提房车之前的10天，我会和这些客人去沟通，就比如说你们几个人啊，你们要去哪儿啊，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免费给你准备。当然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来定，就是今天 Outdoorsy 还给我发邮件说你准备床铺的话，你是可以加钱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加钱，你加能加多少钱？你就不如就行人家方便，人家租你的房车，你就让人家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就有这些东西，我免费提供给你，你就住得舒舒服服，你玩的也开心，用的开心，你不要让人家觉得就是我用你的床铺我还得加钱，然后呢我不加钱我还得自己背个床铺来背回来，就我觉得就不太好。对，咖啡机。对，咖啡机我也免费给你提供，然后像咖啡囊啊什么，你愿意用我都给你，然后你不愿意用，你也可以自己买自己的，就是力所能及的我能给你提供的，就像 Airbnb 我都能给你提供。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往外租房车还挺有乐趣的，就是我 host 的这几次我觉得还是挺有乐趣的。你现在是要干嘛？是要去加油？又加油了？补点油。不贵。这边油不贵吗？4.25块diesel它没有。那边有，那边diesel是6块钱。哦，6块钱还行啊。刚才我们是6.69块一 gallon。像我们在去 road trip， 像开房车，不管是路过哪儿，只要看到便宜的就油就补点儿，你也不一定非得把它跑空了嘛，你只要看到便宜油就补点儿，反正你早晚都得加。正好也算休息休息。肯德基？哪儿的肯德基？肯德基。哎呀，还真有肯德基呢。美国肯德基，你要尝尝全家桶吗？哎，尝尝美国的那个。哦，对，那李漂亮那天说美国的肯德基好处是它那个土豆泥汁儿多。你要去买一个吗？买一个。
我好像来美国这么多年，我就吃过一次美国的肯德基，因为实在太难吃了。但是上次因为李漂亮跟我说，美国的肯德基的土豆泥儿它那个酱格外多，所以我们去买个肯德基吃吃。咱这边这风有点肆虐啊，这风给我吹成这样了。来，这是我们的肯德基啊，我买了2个 mini 小汉堡的 combo， 还有薯条、饮料。这是 gravy， 这是我们的 combo 啊。你这就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啊！没有，我不绊脚石。我们在家减肥减了这么多天，都是吃的健康减脂餐，偶尔吃个这个小 mini combo。你看这小汉堡才这么小。OK 的，没关系，咱们今天赶路。我这个从回到美国，我就没有吃过油炸的东西。今天让你吃上，让你吃上肯德基。这个上次我和李漂亮吃的时候，大家有说去肯德基最爱吃的就是这个毕斯吉还是毕斯康，我当时还说这啥东西啊，后来我反应过来就是这玩意儿叫 biscuit， 在美国叫 biscuit， 这个的确是还蛮好吃的。你喝哪个？很松软的小面包，我喝粉色的。给狗点小面包吃吧。嗯，咱俩上次吃肯德基，你记得还是咱们开那个最早的，是不是那个 Airstream 那个最小那个房车？对，我们那次是为什么吃的那么油，就是感觉再也不吃了？因为我上次点了一个全家桶，然后里边的全家桶的那些鸡都很难吃。Chicken Little Combo，Chicken Little 里边有酸黄瓜的小 mini 汉堡，我就觉得小的就挺好。哎，这个还真蛮好吃的。我们上次是吃那个炸鸡吃的，腻着了，还不错啊。好吃啊，不错。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咱俩在路上吃麦当劳吃腻了。你说你让我再吃个麦当劳，我就不想再吃了。它有这个 gravy 的这个蘸酱，你可以倒到土豆泥里边，所以我这就知道了。李漂亮说它那个土豆泥里边酱多，其实就是这个酱。你也可以蘸着薯条，你也可以蘸着炸鸡，你也可以弄到土豆泥里边。我觉得富贵觉得好吃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他最近实在是太素了，缺垃圾食品。你也没有吃很素啊，咱们蛋白质啊、肉啊也都吃够了。whisky 给你们喝，壮壮会抢答了。所以说壮壮一点都不傻，平时觉得他傻，其实人家是大智若愚。这炸鸡吗？炸鸡你吃吧。这炸鸡怎么？哟，这是3块吗？3块，我就要的是3块。你吃哪个？都行，你随便，都一样。土豆泥啊。炸鸡是油。炸鸡油哈，纯吃炸鸡不行。你要想不吃油，你就别吃外边这皮儿。但你要不吃外边层皮儿，你吃什么炸鸡啊？我跟你说，有专门就是健身的人，就是肯德基是有健身人吃的餐的，是吗？对，他不是特意的餐，就是他点这种，他把皮剥了，只吃里边的肉，他是优质蛋白嘛。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路上啊，就是买个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其实主要还是狗狗爱吃，就他们不能吃太多啊，但是就是吃一点，就让他们开心开心也挺好。我发现，肯德基的炸鸡全世界统一都这种原味鸡都是比较咸。我觉得是不是大家爱吃这个口味？咸了这么多年，就说明它还是有受众的。我们还假惺惺的路上带着减脂餐，冰箱有一冰箱减脂餐，然后我们就吃了个炸鸡。哦，原来这个 KFC， 它这个 K 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我吃了一辈子肯德基，竟然不知道它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我昨天和我一朋友聊天啊，他问我说：“你这几天要干嘛？”我说：“我要去露营。”他说：“是搭帐篷吗？”我说：“不，我说我开着房车出去。”他说：“嗨，那你那叫露营吗？你这就等于是换个地儿睡觉呗。”我说：“差不多的意思。”我说：“我现在这老胳膊老腿儿，我带着我们家2个老年狗出门，我就别没苦硬吃了。”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房车旅行比普通的 road trip， 就是普通车 road trip 的好处就是我只要咱家工具人称职合格，我就可以随时随地大小躺，随时随地大小睡，
然后厕所呀、洗手啊，想做饭自己做饭，在车里就直接就搞定了。就我想吃垃圾食品就吃垃圾食品，我想做减脂餐带着便当带着，我也有冰箱。我想自己买菜吃，在路上烤个肉什么也可以烤，把生活融在了这个旅途当中，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到了营地啊，或者到了哪个地方，我们其实就待在原地，待在营地。烤个肉啊，富贵抽抽雪茄呀，我们看看景啊，也挺好，也挺开心的。就不一定非得去什么景点啊什么的，尤其是我朋友昨天还问我说，因为我们要去大峡谷嘛，大峡谷其实有很多徒步的路线，然后我说我不徒步，第一我们家狗徒不了一点儿，第二呢，我现在这膝盖也徒不了一点儿，就是我们4个都懒一块儿了，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行，就不一定非得是徒步啊，或者是要整的那么辛苦。Moon is bright, let's have some fun. Oh, this is everything with you right next to me. So alive, and tonight I'm thinking that I don't wanna go